面对俄国防部扣除弹药补给的打压，普里戈金咬咬牙都没能忍下来，以罢工为由才拿到了一部分补给资源。可现在面对俄国防部得寸进尺的收编，明显就是奔着消灭瓦格纳来了。虽然俄国防部想法很好，想把所有的部队，包括志愿军和雇佣军，全部纳入统一管理，从而应对复杂战局的变化，但这种断根的做法如何能让内战第一人的普里戈金忍受呢？即便有普京公开支持俄国防部的这项军令，普里戈金也依旧给予了明确的拒绝，并称瓦格纳战士不会签约，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意成为俄罗斯官僚体系的一员。由此可见，俄国防部与瓦格纳之间的矛盾正在急剧激化。与俄正规军坐收渔翁之利的车臣相比，他们之间谁的战斗力最强？而若选择反叛，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出路又在哪里？什么是瓦格纳集团？简单的讲，它就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准军事组织，其前身是俄罗斯的斯拉夫军团，明面上的创始人是德米特里·乌特金中校，但实际背后的大老板则是普京的身边要臣，餐饮界寡头叶夫根尼·普里戈金。乌特金中校曾是一名情报高官，当初第一个进入顿巴斯的月亮支队指挥官就是他，加上他对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情有独钟，所以便有了以瓦格纳为称号的部队。2016年，他在俄罗斯被授予祖国英雄称号，而大老板普里戈金被称为普京的厨师，是因为他的餐饮公司曾为学校、幼儿园和俄罗斯军队供应食物。2020年9月，普里戈金首次公开承认他创立了瓦格纳集团。瓦格纳的主要服务对象为克里姆林宫，也就是俄罗斯官方，而其业务范围也是非常广，旨在帮助亲俄武装分子夺取地方政府权力。比如在2014年俄军侵占克里米亚和乌东冲突中，就有瓦格纳雇佣兵参与其中，他们与未携带臂章等标志物的小绿人一起对抗乌克兰的民兵组织，开始进入长达9年的战略相持阶段。而除了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瓦格纳还提供媒体公关、网络虚假信息宣传活动，以及帮助选举舞弊等服务。据说这支雇佣兵就曾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只是消息真真假假，让人难以辨别。至于瓦格纳的战斗力如何，这么说吧，瓦格纳可能是俄军现在最能打的一支精锐部队，它的核心组成员主要来源于俄罗斯退役的精锐特种兵，而那些因俄乌开战而扩充的囚徒兵顶多算是炮灰。瓦格纳的崛起是在叙利亚战争，当时俄军为了支援叙利亚政府军，就将现役的俄军精锐部队连夜办理了退役手续，让其加入到瓦格纳集团，以雇佣军的方式参加叙利亚。2015年，俄罗斯派出部队前往叙利亚，开始援助巴沙尔政权，曾先后2次在叙利亚地区进行了低烈度战斗。据战后统计，2次出现在叙利亚战场的瓦格纳作战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瓦格纳一共阵亡120余人，受伤人数为此2到3倍。就这样，在叙利亚战场上，瓦格纳被锤炼成了一支实战经验丰富的百战之军。到了后期，基本上都是俄正规军不敢打的仗，他们敢打；俄正规军不敢冒的险，他们敢冒。由此可见，经过血与火洗礼的瓦格纳雇佣兵战斗意志非常强，也从这里开始，瓦格纳与俄正规军矛盾就埋下了。在武器使用方面，瓦格纳成员除了能够熟练使用轻武器或榴弹发射器外，还可以熟练操作 T-72 主战坦克、BM-21、D-30等重型武器，以及米格29、米24等航空装备。论其火力，瓦格纳完全不逊色很多国家的陆军，而这主要是因为其组织的核心成员大部分是特种部队退役人员或受训人员，涉及兵种基本囊括了整个作战部队所需要的各层官兵或士兵，如通信专家、飞行员、炮兵、战术顾问等。他们可以根据不同技术兵种组成侦察突击旅、炮兵营、坦克连等单位。当然，瓦格纳能这么强，另一个原因是报酬高，雇佣兵都是拿命挣钱的亡命徒。瓦格纳集团的报酬比较高，有着明确的奖惩制度，无论是自由、囚犯的荣誉，还是金钱、物质的奖励都非常明确。据称，一名普通士兵每月约有4000美元，不知真假。
而且现在也没有关于该部队资金来源的可靠信息。不过据美方估计，目前瓦格纳集团每月在乌克兰战事上的花费高达1亿美元，其资金可能是从俄罗斯的常规国家预算中支出的。不过火力军觉得，瓦格纳既然是雇佣兵，想来大部分资金也是他们在行动区域进行掠夺，并通过一些活动赚钱，如开采金矿、出售珍贵木材、油田的商业化等。只不过现在瓦格纳这搏命的买卖恐怕是有命挣钱没命花了，因为瓦格纳雇佣兵再强，也不可能与俄罗斯整个国家的力量对抗。所以即便瓦格纳作战能力比俄正规军强，但俄正规军也能凭借人数、先进武器堆死瓦格纳。加上瓦格纳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联系一直都被俄官方否认，所以瓦格纳想自救不被收编，大概也就转投乌克兰怀抱这一条路了。俄乌开战以来，瓦格纳连续几个月在巴赫穆特与乌军展开血战，这让瓦格纳武装名声大振，并迅速扩充了军队规模，由原来的2022年4月的8000人扩展到数万人之众。可能是实力扩展太快，引起了俄正规军的不满，也引起了俄国防部的警惕。而瓦格纳实力的迅速膨胀，也让普里戈金这个幕后 BOSS 有些飘了。俄正规军每次的失利都让普里戈金对国防部破口大骂，对俄国防部的一些军事调动和战场上的战况指指点点，并称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为叛国者。大家想想，公司手底下的一个员工或者说临时工指名道姓在公司骂老板，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找死吗？更要命的是，瓦格纳在火线上撂挑子，即使俄高层都知道普里戈金和普京的关系好，犯了众怒的瓦格纳恐怕也留不得。而且瓦格纳也是自己作死，本来还有机会挽救，但却在当初巴赫穆特攻城之战时抓捕了一名袭击瓦格纳车队的俄正规军营长，并且是百般虐待。虽说事出有因也合情合理，但将这事儿传至网络的做法，很显然是没把俄正规军放在眼里，这才有了绍伊古下令收编瓦格纳的军令，要求在顿巴斯前线作战的所有武装必须在7月1号之前向俄罗斯国防部登记的政策。而普里戈金的公开拒绝，也让瓦格纳与俄国防部之间没有了丝毫的挽留余地。就在瓦格纳与俄国防部相互骂街之时，一旁看戏的车臣也下场横插一脚，企图打杀瓦格纳，从中牟利。如车臣武装领导人小卡就指责瓦格纳负责人出卖了车臣武装负责人的位置，以至于遭到乌克兰的炮火偷袭。大家想想，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这个问题就大了。战场通敌加上不服从俄罗斯的管控，都已经让瓦格纳走向了俄罗斯的对立面。拥兵自重的瓦格纳说不得都已经做好了造反的准备，而车臣在俄乌战场上一直都处于看热闹的位置，功劳基本都是跟着俄正规军屁股后面捡。现在突然拱火瓦格纳俄国防部，难道是想完成车臣一直有的独立梦？今后在乌克兰战场，若是瓦格纳和车臣碰在了一起，谁会更强一些呢？在火力军的认知里，车臣是一支不受任何党派组织制约，只听命于普京本人的部队，总人数现在已超过3万人。在俄乌战争爆发前，车臣武装被戏称为半兽人部队。在2次车臣战争中，面对4倍于己并得到俄罗斯举国之力的支持的俄军，竟然打出了1:1的伤亡交换比，是俄罗斯整整一代人的噩梦。属于战斗民族中的战斗民族，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换了一张地图的车臣成了网红部队。车臣为何会有如此戏剧化的表现呢？车臣的威名基本都来自打击俄军时期的表现。2次车臣战争把俄军打得屁滚尿流，车臣此时打的是保家之战，自然表现得勇猛无双。而到了乌克兰战场变成网红部队，一是因为车臣出镜率极高，但战果极少；二是小卡这个人看似一粗人，实则其智慧不输普京，不可能拿家底去拼命。要知道，车臣可是只效命普京个人，并不效命俄罗斯。车臣想独立的梦想可以一直不曾泯灭过，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普京要授予小卡上将军衔的原因。那车臣部队的实力如何呢？从去年乌军伏击歼灭的一队车臣部队的小分队来看，车臣部队其实就是轻步兵突击队，他们在战场上没有重型武器，最多只有 RPG 这样的单兵装备。
这是因为俄国防部在提防车臣的反叛，毕竟俄有难车必乱的历史铁律在那里放着。俄罗斯首先严格限制了车臣部队的数量，开战之前一共是不到2万人，在开战之后才陆续扩编到8万人。其次是严格限制武器装备，开战之前车臣部队的武器甚至连 RPG 都有所限制，开战后才逐步装备上 RPG、民用无人机以及一些轮式侦察车等武器。所以车臣在战场上更多的是负责治安战或者城市巷战。在俄乌战场上，车臣部队在亚速钢铁厂一战成名，但紧接着9月份的哈尔科夫战役，由于俄军第20集团军被调虎离山，导致本来殿后布置的车臣部队正面遭受乌克兰的打击，损失很惨重。所以火力军觉得，若是车臣和瓦格纳打起来，是要看当时作战环境的。若是打巷战，那擅长使用轻武器作战，在亚速钢铁厂大显神威的车臣部队胜率大一些；而若到了巴赫穆特、索拉达尔这样的阵地战场，那还是瓦格纳雇佣兵战斗力更强一些。反正火力军觉得，小卡能出兵乌克兰，更多的是考虑到普京的面子问题，也是为了获得俄罗斯给的更多的好处。至少这场仗打下来，车臣部队的人数和一些武器限制得到了解除。那瓦格纳会不会在俄罗斯的内斗过程中被消灭？瓦格纳发展太快，危及俄正规军地位，自己飘了，又对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等大将破口大骂，动摇俄罗斯军心，再加上车臣部队的落井下石，瓦格纳在内斗中被消灭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当然，最终还取决于普京的意志。只是想要一支没有矛盾的俄正规军和一支效率更高的私军并不容易。首先，正规军和私军的待遇差距非常大，若是重用瓦格纳，必然会引发俄正规军的不满。而如果收编瓦格纳，虽然能统一指挥，但是缺少高效的管理机制，也难以发挥其强悍的战斗力。但放任一支私军的做大，对俄罗斯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稳定可不是一件好事。试想一下，瓦格纳反叛、车臣独立的情景，普京估计都不寒而栗。其次，雇佣兵对俄罗斯的真正价值不在乌克兰战场，而是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以目前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部署，瓦格纳在非洲部署是俄罗斯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其代表着俄罗斯国家的利益。一旦收编，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可不小。最后，基于乌克兰战场上的需要，普里戈金的选择将决定瓦格纳的命运。以俄正规军羸弱的战力，一旦战场上发生任何不利情况，瓦格纳肯定会被要求再度参战。这时普里戈金将陷入两难之境，听从命令对于整个乌克兰战场来说，瓦格纳不仅无法左右战局的发展，而且以现在与俄国防部的关系，大概率还是得不到正常的后勤支持，大概率会被消耗掉，且不可能再有发展起来的机会，属于名存实亡。当然，只要普京不下达命令，普里戈金的确可以不理会俄国防部的命令，而不听从命令选择反叛。先不管乌军接受不接受，恐怕整个战场的俄军都会优先选择消灭瓦格纳，所以这也是一条绝路。所以瓦格纳想要功成身退，就只能从此远离乌克兰战场，以非洲发展，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总体而言，在相同规模下，俄正规军的战斗力真的比不过瓦格纳，与车臣之间的对碰要看打什么形式的仗。所以瓦格纳是俄罗斯当前所有作战力量中最能打的存在，而普里戈金拒绝被国防部收编后，瓦格纳的命运就已经交到了普京的手里。是选择将瓦格纳名存实亡，还是调离乌克兰战争，就看后续的发展了。好了，关于瓦格纳的战斗力和未来的方向，大家是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